解放军重型合成旅的自行榴弹炮部队日前进行了高原骑射演练，值得关注的亮点可谓相当之多。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据央视消息，我81集团军某炮兵部队刚刚在喀喇昆仑某地域5500米高海拔高原地带展开了一场火炮极限射击演练，检验重型炮兵部队在雪域高原上的火炮射击效能。从央视披露的画面来看，此次火炮射击演练中的主角乃是我军重型合成旅的主力自行火炮 PLZ-05 式155毫米自行榴弹炮，是我军现役自行火炮中吨位最重、火力最强的先进装备，也是解放军陆军重型合成旅部队的远程火力支柱和炮火中坚力量。当然，要论本次演练的重点，那其实还不是这些先进的自行榴弹炮群，而是在此次演练中展示出来的一种炮兵独有战术——跨山吊射。14辆自行火炮一字排开，重火力齐射的场景可谓是异常震撼。用接地气的方式来形容，所谓的跨山吊射，其实也可以称作是隔山打牛。简单来说，便是自行火炮将炮管仰角抬至极限，进行最大仰角的大角度取射打击。走大仰角高抛弹道路线的弹丸，在发射出膛后，可以跨越高山和连绵丘陵等复杂起伏地形，对躲藏在高地后的敌人实施猛烈打击，堪称是从天而降的掌法，十分强力。同时，在山脚下开火打击敌方的我军炮兵，还可以借助高山与丘陵掩体的阻挡，规避远距离袭来的敌方报复火力。敌方炮兵的报复反击火力会被身体阻挡，进而无法打击到处在身体反斜面的我军火炮，可谓是我打得着你，你打不着我，干着急没办法。而此种跨山吊射战法，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期间就已经被我志愿军炮兵部队熟练运用。在实战中，仅予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重大杀伤，让空有数十倍于我军炮火优势的美军望山兴叹、束手无策，只能在对上甘岭的反复冲锋中一次次败下阵来，可谓是中国炮兵打响全球知名度的成名之战。除了虎妞给大家提到的上述优点，极限仰角的大角度取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可以通过炮管角度在射击间的不断向下调整，搭配发射药、减装药，以最大射速爆发式连续开火。强装药的最大仰角发射弹丸还未落地爆炸，减装药的低仰角发射弹丸就已经迎头追上，刚好两发弹丸可以同时落地，让敌人在挨到第一发炮弹时就紧接着吃到第二发炮弹，根本没有躲避的机会，瞬间被双倍的火力猛烈打击，可以成倍提高炮兵对敌人的杀伤效率，属于现代炮兵的高端进阶战术。如果没有足够先进的现代化自行火炮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想完成这套进阶战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这同时也能说明我军炮兵的强大之处。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我军重型合成旅炮兵部队第一次在高海拔高原地带演练此种跨山吊射式炮火打击了。早在此前的军宣公开披露中，就已经多次见到过我军重型炮兵部队在高原上反复演练此种战术，进行成规模、多次数的实弹射击，积累经验。时至今日，对此种高端进阶炮兵战术早已是炉火纯青，在实战中进行有效运用不成问题。至于我军在高海拔高原地带专门演练此种战术，可能的防备对象是谁，自然也不必多说。在炮兵这一领域上，对面的印军还处在一个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尴尬阶段。老旧的苏式牵引火炮仍然大量服役于印军一线部队，从美国采购的少量最新型 M777 超轻型榴弹炮数量不足，且严重缺乏战术机动性。调运直升机远不像美军那么阔绰的印军，在高原上甚至需要用卡车去牵引 M777， 这就导致其和一般的传统牵引式火炮无本质区别，失去了直升机战术调运的高机动性这一最大优势。面对我军的高机动性、高信息化水平、高精度远射程的自行火炮和卡车炮，可谓是毫无优势可言。实战中会是怎样的下场，不言而喻。在自行火炮这一块，印度虽然从韩国引进了 K9 自行火炮生产线，本土建厂，
搞出了所谓的韩版万国牌印度国产自行火炮这么个缝合装备。但是 K9 不论从战斗性能、可靠性、后勤保障，亦或是生产速度上来讲，也均不是与其对标的我军 PLZ-05 自行火炮的对手。何况现代战争也不是单一装备之间的斗兽棋比赛，讲究的是体系对抗。本就拥有炮兵数量和质量双重优势的我军，在整套作战体系上对印军的优势还要来得更大。从陆军到空军再到火箭军，基本是全领域全方位的对印军优势。本就劣势的印军炮兵，在这种体系弱势下更是占不到半点便宜。